Samsung 2024年推出嘅第一部新電話就有驚喜，講緊嘅就係呢一部 S24 Ultra。咁近幾年好多人都成日話，而家啲智能電話嚟嚟去去都係升級鏡頭。終於 Generative AI 嘅嚟臨，就令到呢一部 S24 Ultra 終於可以大幅升級。而且呢啲 AI 功能咧，對於香港人嚟講非常實用，即刻同大家測試下啦！如果唔想錯過最新嘅科技資訊，就記得 subscribe 我哋 My 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個通知鐘仔啦。今次新嘅 AI 功能大致可以分做文字語音同埋圖像兩大類。先由文字語音講起，新嘅通話助手咧就係一個即時翻譯功能，但佢嘅能力就遠超而家嘅 Google Translate。我會形容好似食咗翻譯舉藥咁，佢可以喺你打緊電話嘅時候即時翻譯對方嘅語言，同時對話嘅內容都會用文字形式喺下面顯示出嚟。換言之，你可以完全打破語言障礙，同任何人即時溝通。而且呢個功能咧係唔需要上網，對方亦都唔使用 S24 系列都可以用到呢個功能。네, 알겠습니다. 현재 예약 가능하시고요. 시간과 인원수 말씀해 주시겠어요? Yes, hello? You can make a reservation at the moment. Can you tell me the time and number of people? 我哋現場實施嘅時候，同一個韓國人傾偈，基本上撈1秒左右，佢就可以翻譯做英文，讀翻俾我聽。You can make a reservation at the moment. Can you tell me the time and number of people? 而我用香港人口音嘅英文問問題，佢都可以順利翻譯做韓文。And I prefer 7:30 at night time. 2명 예약하고 싶고 6월 16일에 만들고 싶습니다. 有時一啲包含數字或者日期嘅句子，可能咧就需要多1-2秒時間，但其實即時性咧已經算好高啊。雖然而家咧暫時就未支援廣東話，不過 Samsung 佢哋都話喺2024年內咧就會支援廣東話。跟住就是呢個寫作助手功能啦，相信好多人打一段 message 會前前後後改幾次先 send 出去，尤其如果 send 出去嘅對象係老闆、客或者係一啲唔熟嘅人，呢個寫作助理就可以幫你將你打出嚟嘅嘢用 AI 改成唔同風格。就好似我今日遲到，是但打咗2句嘢，叫老闆唔好炒我 ，S24 個 AI 就幫我 gen 咗5個 version 出嚟。當中我就覺得專業通同埋禮貌通最實用，幫我改到超有禮貌又有誠意，而且用字都好荒謬。相信老闆收到一定唔會嬲之餘，仲會覺得你英文幾好添啊！而家好多人咧都中意用電話錄音，夠方便之餘，之後仲可以隨時聽翻。不過錄1個鐘嘅嘢咧就要聽翻1個鐘，急起上嚟都幾嘥時間㗎。而佢嘅轉錄助手，除咗可以幫你將錄音轉做文字記錄之外，最勁係佢可以分辨到唔同人講嘢。如果你要跨國會議，仲支援埋翻譯功能。完成咗錄音之後，可以即時整理到內容重點，大大減少你要做嘅行政工作。我喺現場實試2男2女咁樣開個會。Pizza sounds good. Let's have chicken wings as well. Sure, let me prepare them. So how about we get sushi as well? Sushi sounds good. Great. Yeah. 基本上咧，佢都好輕鬆分得清我哋4個人把聲，就算2班男聲咧都偏中低音，佢都可以分得清。不過當我哋搭聲講嘢嗰陣，佢就當咗係第5個人講嘢。可能後期整理嗰陣咧就要留意下啦。呢個功能對於我做記者嚟講超級實用，做完訪問可以有即時嘅 transcript， 慳翻我唔少時間。另外，我覺得一般 office 開會用佢嚟整理重點都幾啱啊！講起慳時間同埋整理重點，新機嘅筆記助手同埋瀏覽助手都可以幫用家整理文字。除咗一般嘅翻譯，亦都可以幫你整理重點。我就有分別試過佢嘅標準同埋詳細摘要模式，去 summarize 一篇大概2800字嘅評測文。標準模式咧就整合咗5個重點，多數咧都係以 spec 為主，而詳細模式就會 on top 整合多少少產品嘅背景資料同埋用後感。我自己就覺得咁睇咧都真係幾方便，特別係冇時間睇新聞或者想快速睇下個產品值唔值得買嗰陣就好啱用。你知道香港人生活有幾急㗎啦〜
如果大家都有留意開之前嘅 AI 新聞，都應該對 Photoshop 嘅生成式延伸背景唔會陌生。而新機咧就將原本要喺 Photoshop 先做到嘅嘢，而家喺部電話都搞得掂。簡單嚟講，就係 AI 識得影張相嘅背景。例如你想 delete 咗相入面嘅路人，佢會識得自己填翻個窿。又或者想要更歪嘅背景，佢都一定做到。呢個功能咧可以令原本影得太 tight 或者構圖影得唔好嘅相咧有機會重新調整。我喺現場實試一啲背景簡單啲嘅相，大概5秒左右張好；而一啲背景複雜啲，大概就要10秒左右啦。其實唔放大睇都會覺得佢幾自然。如果真係要放大紋相，先會見到佢 gen 出嚟嘅景物會偏朦，同埋會暗色一啲。但其實唔細心睇咧，完全唔會發現得到啊！平時大家睇片或者碌 IG 嘅時候，見到人哋着緊某件衫好靚，好想知道 details， 但要揾佢出嚟都幾花功夫。新嘅 Circle to Search Google 令你只要喺畫面上圈住個物件 ，Google 就會 search 到。而且唔單止係物品，就算係餐廳、地點等等，佢哋都會認到。我喺現場開住相機，叫佢 search 畫面上嘅嘢，基本上2秒就會完成搜尋。search 結果都幾準確㗎。最誇張咧就係我試過喺會議室斜斜地咁影過去同我都有啲距離嘅電話，佢連個型號都認得出啊！唔知道有時你睇煙花會唔會覺得太快睇得唔清楚，或者拍完先後悔自己冇影到 slow motion 呢？ S24 嘅 AI 就可以自動幫你將翻啲格數出嚟，撳一撳住個 mon 就可以即刻將影片變成 slow motion。有啲中意睇嘅嘢，以後就可以慢慢睇啦。講完呢堆新嘅 AI 功能，唔知大家覺得邊樣最啱你用呢？而 Samsung 今次都相當佛心，呢堆功能咧可以喺全個 S24 系列都用到，即係除咗 Ultra 機款，連相對平價嘅 S24 同埋 S24 Plus 都支援。跟住就到其他 spec 啦。S24 Ultra 嘅外形同上一代好似冇乜分別，都係6.8寸嘅熒幕，不過熒幕邊位咧就唔再係圓角，而係做到完全方正。支援最高2600尼特嘅亮度，而且係第一部 Galaxy 手機用鈦金屬邊框設計。相機方面咧都係4鏡頭設計，同上代差唔多。唯一唔同嘅咧就係遠攝鏡由上代1000萬像素改咗做5000萬像素，支援5倍嘅光學變焦，拎去追星坐山頂位都可以影到偶像。而混合變焦咧就繼續有佢哋標誌性嘅100倍。除咗硬件 ，AI 咧都有令到佢哋嘅攝影功能再強化，新加咗 Pro Visual Engine， 令到佢放大變焦影相都可以有更加清晰嘅效果。官方就話咧對佢哋嘅夜攝功能 Nightography 會有更加好嘅表現。不過因為今次試機時間有限，真實效果係點，遲啲再補翻俾大家睇啦。CPU 就採用最新嘅 Snapdragon 8 Gen 3 for Galaxy 晶片，同上代一樣都支援 Ray Tracing。佢哋都將冷卻系統 Galaxy Vapor Cooling System 加大咗1.9倍，令部電話冇咁容易過熱。而顏色方面 ，S24 Ultra 咧就備有鈦金屬灰、鈦金屬紫、鈦金屬黃同埋鈦金屬黑，都係一啲偏向成熟同埋型格嘅顏色。我自己就覺得咧，今代嘅鈦金屬紫最特別啦，佢嘅紫色係比較深，而且係帶少少深藍色，好有神秘感，係近幾年 Samsung 電話都比較少見嘅顏色。而今次有 AI 功能下放 ，CP 值有大幅提升嘅 S24 同埋 S24 Plus， 兩部機嘅熒幕咧都大咗少少，分別係6.2寸同埋6.7寸。邊框咧就採用咗鋁合金材質，同 S24 Ultra 一樣，都唔再係弧形嘅邊框。成個設計咧都變成方正一啲，實物拎上手，我覺得質感同埋手感上咧都真係提升咗唔少。晶片同樣都有升級到，用上咗 Snapdragon 8 Gen 3 for Galaxy， 電量分別就加大到去4000 mAh 同埋4900 mAh， 同樣都有4款顏色可以揀。望落咧就同 S24 Ultra 嘅顏色好似，但個名咧就有少少唔同咁啦。換生活，樂科技，Unwired HK。